大前女帝求我镇守边境，许诺我边境战事休宁，便与我成婚。我用了整整100年时间，以古道阵法在边境筑起古道长城，让异魔不敢踏入大清半步。可就在镇城那一日，女帝萧清歌却悔婚背谢，还将我驱逐出大秦，并将我的一切功劳都记在小白脸赵思琪身上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如了你的愿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的边境战线，能否阻挡如狼似虎的异魔大军。快跑啊！该死的陆明，撤退！这最后一道程序需要1000万灵石，而今日就是女帝允诺灵石送到的日子。过了今天，我就可以回到帝都，让萧清歌完成当年的承诺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谢某杀驴的事竟会出现在我身上。来人，将窃国之贼陆明拿下！哼，我为萧清歌守国100年，意图打造一条坚不可摧的古道长城。然而在即将攻城之日，却被冠上了骗子的罪名。来人，将窃国之贼陆明拿下！王公公，这是何意？哈哈哈，咱家这一路陪着赵将军巡视了其余据点，看到的可是万里晴空，连只魔崽子都没有。就你们天炬关有一魔，你这不是守国门，你这是敲骨吸髓，你这是想把大钱的血吸干。你不是窃国之贼是什么？灵石是布置阵法所用，我一颗也没有私用。陆将军，别演了，你借口布置阵法，打造一条异魔无法越界的古道长城，前前后后从朝廷要了数亿灵石。如今本将军一看，这所谓的古道长城也不过如此嘛。你说你没有贪墨，谁信啊？我从没见过此人，但从他说话张扬的语气，以及身上象征身份的白袍金甲，可以看出他身份不简单。你又是谁？我大前赵家赵思琪，同时也是女帝陛下亲封的镇魔大将军。我此生只嫁镇魔大将军。我要见你们女帝。正好，女帝陛下也有旨意给你。陆明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我替萧清歌镇守边关100年，斩杀异魔无数，守住这万里江山，却换来他一句失望。失望，何出此言？朕巡视边境，27个据点烽火不惊，刀枪入库，无一战事。而你屡次索要灵石，所谓何来？其他据点没有异魔，是因为阵眼在天炬关，打破天炬关，毁掉阵眼，古道长城自然土崩瓦解。你已巡视27个据点，为何不来最后的天炬关看看？哼，还有必要吗？朕曾与你历久为誓，此生不负。然而你却以此为倚仗，借构筑古道长城为借口，大肆敛聚灵石，掏空国库，中饱私囊，视朕为何物？原来我在你心里是这样一个人。既如此，那我离开便是了。祝你江山有故，千秋万代。你住口！朕不需要你假惺惺的祝福，你欺我骗我，我们之间的婚约作废吧。随你便吧。既如此，我萧清歌与你陆明，从此再无瓜葛。当年萧清歌伏地不起，跪求我出山，如今却在我护佑他江山安宁之后，将我弃如敝履，扣上贪墨敛财的罪名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的大钱江山能撑多久。陆明，这些年你贪了这么多灵石，全都交出来。我一个天道问心的红尘仙，灵石于我而言早就没有意义，我已全部用来构筑阵法，你们想要就自己去挖吧。我走之后，赵思琪命人挖掘阵旗之下的灵石。挖！
给我深挖！他以为挖出的是坐实我贪污的铁证，却不知是掘出了大钱和他自己的坟墓。哼，看到了吗？全是极品灵石，这就是陆明贪污的铁证。他把阵法当成了他的私人金库。哎呦，赵将军，您这是立了大功了，这可是追回了国库的巨款啊！阵旗下的极品灵石，乃是古道长城阵法运转的能量核心与地脉节点。阵基被移除，灵力循环将会中断。报，天巨关的灵力下降，阵法正在消散。啊？什么？陆明靠着这一个大阵，将大前边境3万里连成一线，以致我大军寸步不得进。属下探知，陆明被大前女帝驱离了天巨关，委任了一个叫赵思琪的小白脸守关。大前女帝，你这是自毁长城啊！哼，立刻给14位魔皇大人上报，我异魔族的时代来临了。陛下，赵将军接管天巨关后，果然在阵旗之下挖出了陆明私藏的灵石。赵将军说，陆明以此阵为幌子，实则是在吸大钱的血。幸亏陛下英明，及时止损。哼，好一个陆明，好一个古道长城。朕原本还念记旧情，觉得对他是否太狠了些。如今铁证如山，他竟然真的把国库的钱埋在地下中饱私囊。陛下，陆明此贼欺君罔上，罪无可恕。反观赵思琪将军，不仅不费一兵一卒守住边关，更为陛下追回千万赃款，此等忠心，天地可见。陛下，陆明既已配不上皇夫之位，那婚约应当作废才是。臣附议，眼看赵思琪将军年轻有为，又是赵家灵儿，且立下如此不世之功，堪为皇夫的不二人选。请陛下赐婚赵将军，以安军心，以定国本。众爱卿言之有理。赵青的确比陆明那个贪得无厌的小人更配得上朕的大钱。既如此，朕便赐婚。报，陛下，何事惊慌？陆明来了。你说什么？陆明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朕与你的婚约已废，大钱不需要你这种贪得无厌的蛀虫。我看向那一箱箱堆积如山的灵石，那是我耗费心血布下的阵基，如今却像战利品一样推在这里展示。100年前定下婚约时，我以自身武魄金魂凝聚山河印，收敛大钱国运，护你江山稳固。如今婚约既废，因果已断，这东西我该取回了。什么武魄惊魂，什么山河印，装神弄鬼，朕从未听说过。100年前，大钱气运就已经分崩凋零，以致天灾频发，盗贼风起。是我以武魄惊魂收敛气运，延绵了大钱100年国祚。归位。大家快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陆明，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吓唬朕。我大钱国运是朕励精图治而来，与你没有半分关系。你看看赵思琪，他为朕追回了你贪污的无穷灵石，忠心可见。而你呢，只会拿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来糊弄朕。比起赵将军的忠心与能干，你简直一无是处。什么收敛国运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哼，古道长城没了阵基，你还是让你那忠心为主的镇魔大将军好好想想，怎么抵挡一魔，守住边关呢？陆明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没了阵基？山河印碎，国运崩塌，
阵基被绝，屏障残破，大钱的命数即将归零。不久后，众生平等，皆为刍狗。长公主萧清雪试图唤醒装睡的人，但萧清歌早已沉浸在天佑大钱的幻梦中。他把这100年的风调雨顺归功于自己的帝王气运。皇姐，你仔细回想一下，100年前大钱是什么光景？那时候天灾不断，盗匪四起，国库入不敷出。可自从你与陆明定下婚约后，大钱突然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百姓们也都安居乐业。这一切太巧合了。陆明说他收敛了国运，恐怕是真的。如今印碎运散，大钱危矣。哼，清雪，是你想多了。皇姐何出此言？大钱的繁荣是因为朕勤政爱民，是因为天佑大钱，与他陆明何干？他不过是贪天之功，把天道皇运说成是他的法术，这种江湖骗子的把戏，也就你能信了。那边关呢？既然陆明走了，阵法没了阵基，防务必然空虚。皇姐，求你多派些精锐去天巨关屯守吧。够了，赵思齐带去了10万大军，足以抵抗任何外敌。何况朕巡视边境，连一个异魔都没见到，足以证明陆明就是在危言耸听。朕不想再听这些丧气话，退下。萧清雪没有就此放弃，而是独自一人前往天巨关。赵将军，这就醉了吗？来，再喝点。赵思齐，大敌当前，你作为主帅，竟然在此寻欢作乐。哟，是长公主殿下，什么大敌当前？莫非你也被陆明那个骗子吓破胆了？本将军来了快1个月了，别说一魔大军，连个魔毛都没看见。陆明就是在危言耸听，故意制造恐慌来骗钱。这地方根本就没有异魔。来，殿下，陪本将军喝一杯。就在赵思齐举杯嘲笑我危言耸听的那一刻，第一只异魔已经踏进天巨关的境内。报，将军，异魔攻城了！攻城？什么？怎么会有异魔？来了，真的来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就这点，本将军还以为是什么洪水猛兽，原来就是几千只没脑子的畜生。这哪里是攻城？这分明是给本将军送军功来了。众将士，随本将军出城迎敌，杀光他们！当赵思齐挥剑斩下那只动作迟缓的异魔头颅时，他狂妄地以为这是自己的手，殊不知那是阵法崩碎前最后的回光返照。哈哈哈哈！弱，太弱了！什么恐怖异魔，简直比切菜还容易！兄弟们杀！他们根本不堪一击。赵思齐，他真有那么大的本事，仅仅几千人就击退了异魔大军？不对，是阵法残存的利刃压制住了异魔。痛快，痛快！殿下，您看到了吗？这就是陆明嘴里不可战胜的异魔。本将军砍他们跟砍瓜切菜一样。陆明那个废物，以前居然还要靠阵法，还花了那么多灵石。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废物！这仗要是早让我来打，异魔老巢都给平了。糊涂！
你以为是你赢了？我在城楼上看得清清楚楚，是异魔入阵后，力量被残存的阵法压制了90%。这一战之后，那阵法光芒已经越来越弱了。快，趁着阵法还没彻底熄灭，把那灵石填回去，立刻修复阵基，否则大难临头。填回去？殿下，你在开玩笑吗？那可是上亿灵石，用来给陛下修建宫殿阁楼不好吗？你，皇姐，天巨关守不住了。陛下，百姓苦啊！陛下，南方突发地龙翻身，城池损毁，数万百姓无家可归。北方大旱，百姓食不果腹，皆落草为寇。如今北地盗匪横行，自从陆明走后，各地像是中了邪，灾祸不断啊！住口！谁再敢提陆明，朕就斩了他！陛下，边关真的有异魔，我亲眼所见。异魔攻城了，必须把挖出的灵石填回阵基，否则异魔攻破边关，大前必亡。什么？真有异魔？难道陆明没有骗朕？陛下，臣回来了。赵思齐，朕命你镇守天巨关，无诏不得回京，你怎敢擅离职守？陛下息怒，臣回来是因为实在没必要守了。臣去那里简直是大材小用，那所谓的异魔弱得像鸡仔一样，臣在那边闲得发慌，不如回京给陛下报喜。边关真的有异魔？有是有，但跟陆明吹嘘的完全不同。来人，把本将军的战利品拉上来。这是什么？陛下请看，这就是陆明嘴里恐怖至极的异魔啊！居然是异魔，真是不敢相信。臣都还没有动用大军，仅凭麾下几千儿郎，一个冲锋就把他们杀光了。赵将军真是威人，就杀光了异魔。事实证明，陆明就是个骗子。他耗费巨资构筑所谓的古道长城，完全是在浪费民脂民膏。好，事实胜于雄辩。清雪，你看看，你被陆明骗得太深了。若非赵青神勇揭穿了这个谎言，朕的大钱还要被吸血多久？不对，这不对。陛下，赵将军神威盖世，斩将夺旗，不仅追回了赃款，还平定了边患，此乃不世之功。赵青，你不仅是朕的福将，更是大钱的救星。传朕旨意，赵思齐功勋卓著，堪配凤位。赵青，朕允了。3日后，朕与你大婚，封你为皇夫，与朕共享着万里江山。臣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至于追缴回来的灵石，便用作朕与赵青大婚之初。朕要与民共庆，大宴全程3日。陛下圣明。哼，陆明，别躲在这穷乡僻壤了。你以前总吹嘘异魔多么恐怖，结果本将军去了一趟，几千人就将他们杀光了。镇守边关，呵，简直比过家家还简单。明日后便是本王与陛下的大婚，看在你曾是前任的份上，特意赏你一杯喜酒喝，来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盛世婚礼吧。不必了，好好珍惜这剩下的几天好日子吧，毕竟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。陆将军，我知道是大钱负了你，但百姓无辜啊！那日在边关，我看得真切，阵法已破，真正的异魔大军随时会来。求您出山，再救一次大钱吧！萧青哥刚愎自用，听信谗言，他亲手拆了墙，引了狼，这因果已成定局，神仙难救。殿下，你求这个虚伪的小人做什么？他就是嫉妒本王，嫉妒本王能轻易做到他做不到的事。滚开！赵思齐，你蒙蔽圣听，谎报军情，你是大钱的罪人，你会害死所有人的。萧清雪，我喊一声殿下是尊重你，等明日我与陛下完婚，我看你在我面前还怎么摆你那长公主的架子。赵思齐在我这里满足了他的虚荣心，志得意满的走了。他以为他踩死的是异魔的虫，却不知道那只是几只用来探路的蝼蚁。他急着赶回去与萧青哥大婚，
却不知道那场大婚的礼炮将是大前灭亡的号角。陛下万岁，亲王千岁，天佑大前，万事永昌。当赵思齐在百官的阿谀奉承中笑得合不拢嘴时，他所谓的铜墙铁壁正在被14座魔皇的铁锤踏成粉末。众爱卿，今日不仅是朕的大婚，更是大前新盛世的开始，请众爱卿与我共饮。有赵卿镇守国门，一魔已不足为惧，朕的大前必将千秋万代永享太平。陛下圣圣，亲王身威。祝大前万事永昌。陆明，你好好看看，没有你，我大前依然国运昌隆，四境安宁。就在萧青哥豪言壮志，认为天下太平的时候，第一封染血的急报已经送到了金銮殿门口。陛下，边关急报，一魔大军全面进攻，落日城失守，全城突进。什么？就在落日城突进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胡说八道！报！望北城失守，守将战死，一魔长驱直入。报！天井关防线全面崩溃，一魔14王座降临边境。王座，传说中的魔皇。你们在说什么？陛下莫慌，之前的一魔不也是气势汹汹？咱们还有亲王殿下呀，在亲王殿下面前还不是如土鸡瓦狗？依老臣看，这所谓的14王座，定是那些逃兵被吓破了胆，夸大其词罢了。对，宰相所言极是。有亲王殿下坐镇，天塌下来也不怕。亲王神威盖世，此前天巨关一战就是铁证，区区魔皇王爷定能挥手即灭。陛下，陆明那厮以前定是养寇自重，如今臣已看穿一魔虚实，他们不堪一击啊！臣恳请陛下准臣率10万精锐，即刻出征天巨关，臣定将一魔老巢踏平，为陛下永绝后患。好，这才是朕的皇夫该有的气魄。准奏，朕在宫中备好庆功酒，等赵卿凯旋，便是我们洞房之日。里面的缩头乌龟听着，本将军乃大秦亲王，识相的滚出来受死。当那尊100丈高的巨力魔皇走出迷雾时，赵思齐眼中的世界崩塌了。他终于明白，他之前杀的那些所谓异魔，在这个怪物面前，连尘埃都算不上。这就是我镇压了100年的对手，也是他即将面对的恶魔。陆明呢？叫陆明出来，本座要宰了他。陆明那个骗子算什么？早就被陛下驱逐了。看来陆明真的走了，那你们全都受死吧！众将士，随我冲锋！受死吧，妖孽！小虫小技，怎么可能？小的们，上吧！怪物是怪物，挡不住，根本挡不住。救命啊！回城，快回城！想逃？当天巨关的城墙轰然倒塌的那一刻，赵思齐像条丧家之犬般仓皇逃窜，
恐惧的尖叫声，取代了出征时的战歌。大钱的人族终于回想起了100年前被支配的恐惧。那一刻，天巨关变成了修罗场，失去了阵法的庇护，普通武者之躯在魔皇面前形同无物。100年了，整整100年了，终于打破这个该死的鬼国了。多么甜美的人族气血，多么令人的惨叫声！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？赵将军呢？亲王殿下呢？你们的将军早就像条狗一样跑了。完了，大钱玩了。尽情地叫吧，本皇要用你们的血肉来庆祝这伟大的时刻。这股气息是大哥。巨力恭迎第一王座降临。巨力，玩够了吗？大哥，这帮人族太弱了，我正准备一鼓作气杀穿这。停下！停下！大哥，为什么？你留守天巨关，重整防线，派1名魔侯，5名魔帅，领3万先锋军继续向前。记住，只准攻下天巨关后的第1座城池，不可冒进。大哥，我不明白。愚蠢！陆明只是不在天巨关了，而不是死了。这100年来，我们在他手上吃过多少亏？可情报说他被驱逐了。人族生性狡诈，陆明实力深不可测。谁知道这是不是他和那个女帝演的一出苦肉计？想引我们深入，然后一网打尽，还是大哥深谋远虑。那我们就按我说的去做，其他的自有安排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我已是超凡境初期的强者，放在江湖上也是开宗立派的人物。为何挡不住那魔皇的一击？难道那14王座全都是天人境的大能？100年的安宁让无知的赵思齐认为天花板不过是天人境，殊不知魔族14王座皆是超越天人境的入圣境魔皇，而排名前3的魔皇更是一只脚迈入了洪哲星的门。哎，听说了吗？赵将军马上就要当皇夫了，命好啊！这次带了10万精锐去扫荡天巨关，这就是去捡军功的，还得是女帝英明。那个陆明霸占边关100年，就是为了骗经费，可不是嘛？贪腐之辈还是个骗子。放心，等赵将军凯旋，咱们清明城也能跟着。开门！快打开护城大阵，让我进去。这不是赵将军吗？怎么灰头土脸的？怎么不跑了？大钱的亲王殿下，一魔，一魔怎么会到这儿？难道天巨关失守了？赵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的10万精兵呢？怎么让魔族打到清明城来了？10万精兵，在我们魔皇大人面前，那就是一群土鸡瓦狗，早就变成肉泥了。什么？全军覆没？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没有了陆明，你们拿什么抵挡我魔族？我们是被陆明抵挡100年，至于你们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欺人太甚！休要猖狂！本座乃超凡境后期，对付不了魔皇，还斩不了你们几个魔侯魔帅吗？受死！
蝼蚁寒暑。死了，连超凡后期都死了。赵将军，快上来主持大局啊！救不了，都得死，都得死。亲王殿下，亲王殿下，求求你救救我们！求求你救救我们！赵思齐根本不管城内百姓和士兵的死活，趁着魔猴杀死城主的间隙，燃烧精血，化作一道血光，朝着更内陆疯狂逃窜。这就是人族的皇夫，这就是接替陆明的人，太弱了，实在是太弱了。人族享福100年，骨头都软了。这种废物，连陆明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上，团练无成，一个不留。真的，那个魔头说的是真的。我们都干了什么？陆明将军说的都是真的，是我们逼走了守护神。悔恨的泪水往往流得太迟，清明城在这一夜化为人间炼狱。我在坐望峰上过着隐居的生活，此地因我的到来枯木逢春，灵气充沛，无暗毒劳形，无俗物缠身。在这份宁静中，我竟然摸到了一丝本源的门槛，停滞已久的修为竟又有了精进。只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大夏姬如月拜见陆先生，听闻先生被大前驱逐，如月特来恳请先生出山入我大夏，只要先生点头，大夏愿以一字并肩王代之，国库资源任由先生分配。我已是闲云野鹤，无意再卷入红尘纷争，陛下请回吧。陆明，你别不识抬举，陛下不仅是一国之君，更是放低姿态亲自来请你。你现在不过是大前的一个庶民，装什么清高？我乃大夏武道第一人，天人境巅峰。今日我倒要试试，传说中的大前护国战神到底有几斤几两，值得陛下如此低声下气。雷烈，住手！不得对先生无礼。陛下，此人如此傲慢，我看也就是徒有虚名。陛下，先生，如今异魔肆虐，若无先生，人族危矣。只要先生愿意出山庇护大夏，如月愿将大夏皇位拱手相让，甘愿成为先生座下的侍女。大夏女帝这一跪，确实让我有些意外，甚至连皇位都愿舍弃，只求我出山。若是100年前，我或许会动容，但如今我只想踏入那传说中的太一之境，领悟大道本源。陛下，这又是何苦？陆明，你竟敢向陛下跪拜，欺世盗名之徒，给我去死！哼，这怎么可能？一声叹息，仅仅是一声叹息，就击溃了我的全力一击。这不是天人境，难道你已经踏入了传说中的入圣境？陆前辈，是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前辈天颜，请前辈恕罪。陛下请起，我意已决，不会再出山入世。先生，难道人族真的没救了吗？未必，单靠大夏一国，自然独木难支。但人族气运未绝，你回去后，恳请诸国联合，集结全部天人境巅峰，再请出那几个隐士，凑足100万精兵，依托天险，配合我留在大前的一些阵法，足以拦住异魔的脚步。多谢先生指点迷津，如月这就回去，联络诸国，共组盟军，誓退魔族。此时的大秦皇宫还沉浸在虚假的盛世幻梦中，他们不知道，天巨关已成废墟，金明城化作焦土，数10万生灵已沦为异魔口中的血食。陛下，赵将军神威盖世，此番出征，定能将异魔老巢连根拔起。没错，陛下。对呀。是啊，
待赵将军凯旋，便是可以与陛下大婚。我大前必将迎来千秋万代的盛世。报！启禀陛下，探子来报，大夏女帝姬如月并未入宫朝拜，而是直接去了坐望峰拜访陆明。哼，大夏不愧是蛮夷小国，放着我大前真奉不拜，跑去拜一个贪腐的废物。估计是想捡咱们不要的垃圾吧，真是可笑。大夏女帝既然来了大秦，不先来参拜朕，却去见那个罪人，看来他是没把朕放在眼里。陛下，陆明虽是贪腐之辈，但毕竟顶着护国战神的名号，大夏此举分明是想招揽他。喂狗也要看主人，那陆明毕竟曾是我大前的人，微臣恳请前往坐望峰，一来会见那大夏女帝，长我大国威仪；二来也要敲打敲打陆明，让他知道贪污已是重罪，若再敢接受别国招揽，那便是叛国。这准奏，严爱卿替朕好好教训一下那个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微臣领旨，定会替陛下好好教训他，好让他明白，离了陛下的皇恩，他连条断脊的野狗都不如。哟，这不是大夏女帝吗？放着皇宫不进，跑到这荒山野岭喂狗来了。混账，竟敢对陛下不敬，找死！嘿啊！你想干什么？这里是大前的国土，你若是敢动我一根汗毛，就是向大前宣战。慢，严大人，好大的官威！既然大前不欢迎，我们走便是。慢着，陆明那个废物，是不是已经答应了你们的招揽？我就知道，这等贪财的小人，只要给钱，连祖宗都能卖。严大人，陆先生并未答应出山，他只是告诫我们魔乱将至，唯有诸国联合，方有一线生机。诸国联合，笑死人了！我大前有女帝亲封的镇魔大将军赵思齐，有他在，魔族不过是土鸡瓦狗，何须联合？你们大夏自己弱，就想来攀附我大前，还有陆明那个骗子的话，你们居然也信，真是蠢不可及。传讯符，边关告急。雷烈，我们走。呸！什么东西？庶民陆明听旨，本相奉女帝之命前来问话。你这戴罪之身，还不速速滚下山来，跪地接驾！滚！快保护他！谁啊？烦了烦了！陆明，你竟敢袭击朝廷命官，你这是造反！我要回宫禀报女帝，狠狠地参你一本。赵思齐弃城而逃后，清明城数十万百姓沦为魔族血食，其实平清明城的兵力，护城大阵
加上2名超凡境强者，并非没有一战之力。啊！我跟你拼了！只可惜将帅无能，累死3军。赵思齐的怯懦与城主的傲慢联手酿成了这场惨剧。别看，活下去。完了，清明城完了，那些百姓肯定都死绝了。我们是不是做错了？陆明将军说的是真的，异魔真的很恐怖。如果陆将军还在，绝不会变成这样。不对，那阵法，陆将军镇守100年都无事。我们刚挖了灵石，阵法就破了。将军，那灵石真的是维持阵法的，是我们亲手毁了。住口！你在胡说什么？你也想帮那个骗子洗白？为什么陆明一走，一魔就攻城？一定是他，是他被贬为庶民，心有怨恨，暗中勾结一魔，破坏了护国大阵。将军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您还要？哎，这2人是非颠倒，乱我军心，该斩！记住，是陆明勾结异魔害了清明城。今天的事儿，谁要是敢传出去半个字，这就是下场。属下遵命。停！世昌，赵将军，你不是在天炬关抗魔吗？怎么如此狼狈？宰相大人，出大事了！陆明，是陆明那个畜生被贬庶民，怀恨在心，暗中勾结异魔，破坏了天炬关的镇法中枢，导致异魔大军突袭。末将拼死血战，那尊阵法本事，只能突围回来报信啊！好啊，果然被本相猜中了。赵将军受苦了，这陆明果然狼子野心。本相奉旨去做望风，本相好心劝说，谁知亲眼撞见他与大夏女帝密谈，我欲上前质问，他竟将我等赶出，还扬言大钱，死活与他无关。他不仅勾结异魔，更是已经投靠了大夏，彻底叛国了。走，随我入宫禀报女帝，这次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废物，朕给了你10万精锐，还有护城大阵，你竟然告诉朕清明城丢了！赵思齐，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。陛下，非是臣无能，实在是那陆明太不狠毒啊！关陆明何事？他早已离开大前，休要推卸责任。陛下息怒，赵将军所言非虚，这是赵将军拼死带回来的罪证。赵思齐和严世昌制造了伪证，他们俩将所有的黑锅都甩给了我。陛下请看，这护城大阵的中枢早在魔族攻城前就被毁了，而且上面残留的正是陆明独有的灵力印记。陛下，臣率军死战，本已压制魔军，可关键时刻大阵突然逆转，不仅不御敌，反而压制我军灵力。陆明镇守此阵100年，除了他，谁能悄无声息的在大阵上动以此等手脚？陛下，陆明临走前曾言，若没有他，大前便守不住。
如今看来，这根本不是预言，而是恐吓。他是因被贬为庶民，心生怨恨，故意破坏阵法，引魔入关，以此来报复陛下，报复大钱啊！陆明，朕哪怕废了你的婚约，也从未想过要你的命。可你竟然为了泄愤，拿数十万百姓的命做筹码。好一个陆明，朕待他不薄，他竟真敢做这通敌叛国的国贼！传朕旨意，陆明勾结魔族，蓄意破坏国门阵法，致使清明落日2成百姓惨死，罪不容诛，剥夺其一切过往封号，定为大钱头号通缉犯，悬赏1000万灵石，天下共诛之。逆贼陆明，心胸狭隘，通敌卖国，人神共愤，凡大钱子民，见之必报，隐瞒不报者，同罪连坐。我还一直把他当守护神，原来真的是他害死了大家。我就说阵法怎么会突然破了，原来是这个叛徒搞的鬼。陆明，你还我儿子命来！姐姐，你糊涂啊！当谎言被权力镀上了金边，谎言也变成了真理。大钱的百姓们，就是这个人，为了泄私愤，为了天巨关，害死了清明城几十万人。他比异魔更可恨，他比畜生更畜生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卖国贼！砸碎他这个卖国贼！哼，亏我还拜了他这么多年。陆明，你不得好死！哎，住手！都住手！你们疯了吗？这100年来，是谁挡在边关护你们周全？没有陆明，你们早就成了异魔的口粮。你们怎么能听信谣言，如此对待大钱的恩人？陆明害死那么多人，你还替他说话，你也是帮凶。殿下，快走！他们疯了！滚开！别挡着我们出剑！萧清雪看着那些扭曲的脸，突然觉得比起异魔，人心似乎更可怕。原来如此，不急着一举拿下大钱，原来是为了怨念和恐惧。他们利用大钱皇室的愚蠢，将百姓的怨恨与绝望催化到极致，以此作为某种祭祀的养料。这28座边关，怕是要变成28座祭坛了。冯姐，陛下，求您收回成命，撤销对陆明的通缉令吧。您不要再自误了，若是彻底寒了他的心，大钱就真的没救了。没救！朕有赵将军，有100万雄师，离了他陆明，大钱难道就不转了？前线战报你也看了，魔族攻势凶猛，国库里还封存着陆明当年留下的9天雷火图，求陛下立刻取出来，布置在边关后方的城池上，否则清明城和落日城的马上就会在其他城池重演啊！长公主殿下，您糊涂啊！陆明现在是勾结魔族的人间，他留下的阵图，谁知道里面藏没藏着什么后手？万一我们用了，不仅防不住魔族，反而像天巨关那样被反噬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陛下，微臣绝不敢用叛徒的东西来守国门。赵青说的对，那个叛徒的东西，朕看着就恶心。皇姐，你是被那个魔头迷了心智。来人，将长公主带下去，软禁于公主府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一步不得踏出。赵青，你去国库，把陆明留下的所有阵法图纸、手稿，统统找出来，
全部焚毁。朕的大钱，绝不留那个叛徒的一指一目。将军，现在就烧吗？蠢货！这可是陆明亲手绘制的护城阵法，以后要是大钱真守不住了，这可是我赵思琪最后的保命符。把这些针菊秘密运回我府上，藏好。另外找些废纸塞进去烧了，给萧青哥看个乐。是。陛下，幸不辱命，陆明留下的那些祸害，臣已全部封印，绝不留半点隐患。做得好，那种通敌之物留着也是祸害。只是如今天巨关已破，魔族前锋直逼第二道防线——寒鸦关。朝中武将已死伤惨重，朕该如何是好？有了陆明这些顶级阵图，只要我布阵击退魔兵，这就是主的名头就坐实了。陛下莫慌，臣愿望。赵青，不可！你身上的伤还没好，怎能再上战场？若是你再有个三长两短，朕这大钱江山还要依仗谁？陛下，为了大钱，为了陛下，思琪这点伤算什么？如今国难当头，陆明那个叛徒就在暗中推死。臣若不挺身而出，谁来守护大秦的疆土？赵青，你真乃朕的肱骨之臣，比起那个只会索要灵石的陆明，你强上千百倍。不过，陛下，臣此次出征不带10万大军，那样太慢，且容易被魔族探知。臣只要1万精锐御林军，外加请陛下调拨3位天人境的大钱供奉，随行助阵。3位供奉，那可是守护皇宫的底牌。臣有伤在身，若无顶尖高手护持，怕是有去无回。且魔族势大，非天人境不可挡。准，只要能击退魔族，我大钱供奉哪有不去之理？传朕旨意，命风、雨、雷3位天人境供奉出关，听从赵将军调遣。臣定不负陛下重托，必将魔族头颅献于陛下。赵思琪带去的那3位天人境供奉，在他眼里不是战友，而是关键时刻用来献祭的炮灰。大钱不多的底蕴，你要被他挥霍空了。啊，赵将军看我了，他好帅啊！天哪，这才是真男人！要是能嫁给赵将军，让我少活10年都愿意。别做梦了，赵将军是陛下的皇夫，是咱们大钱的顶梁柱。大丈夫当如是，我也要参军，追随赵将军杀魔。没错，赵将军才是我们要追随的英雄。哪怕能给赵将军牵马坠灯，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嘿，看到这叛徒的烂石头就退气。就是，跟赵将军比起来，陆明简直就是一坨烂泥。以前咱们真是瞎了眼，居然拜这种贪生怕死的懦夫。还好有赵将军，不然咱们都被陆明害死了。原来这就是万众瞩目的感觉吗？
赵青，此去青云城，路途凶险，朕在宫中备好庆功宴，等你凯旋。陛下放心，有微臣在，魔族休想踏入大前一步。臣定用一魔的头颅，来作为我们大婚最好的贺礼。祝大将军旗开得胜，扬我大前国威。旗开得胜，扬我国威。又来送菜了，那个逃跑的软蛋将军，居然还敢回来！怎么，这次带了3个老不死的，就以为能翻天了？妖孽，休要猖狂！上次本将军是战略撤退，回去为了完善这诛魔大阵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3位前辈，替我拖住他片刻，待我布阵。谨遵法旨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。此阵乃本将军闭关10年，呕心沥血所创。天雷诛魔阵，起！天哪，好恐怖的阵法！这是陆明的气息，不可能，陆明不是死了吗？此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。3位前辈，趁现在，杀！三才归元，破！赵将军神威，镇斩魔后，大千万岁！大千万岁！大千万岁！赵将军此阵果然精妙绝伦，若无此阵压制，老夫3人怕是难以如此轻松取胜。将军大才，老夫佩服。前辈谬赞了，晚辈为了这阵法，可是熬白了头啊！只要能护我大前百姓，这点辛苦算什么？呵，陆明啊，陆明，你的阵法确实好用，可惜啊，现在他是我的了。是你画的图又怎么样？是你留的后手又如何？现在杀魔的是我，受万人敬仰的也是我。有了这些功劳，回去之后谁还敢质疑我？皇夫之位是我的了，还有大钱也是我的了。哈哈哈哈！青明城的恐惧气息为何在减弱？巨力，大哥，去看看，若是有虫子捣乱，就碾碎他们。遵命。好久没尝过高阶修士的血肉了。哈哈哈哈！干杯！这股气息比之前的魔后强100倍。是魔皇。都一人，谁杀了吞灵后，滚出来受死！别怕，本将军有天雷诛魔阵，还有3位前辈。又是你这个废物！开启大阵，给我杀了他！这气息，陆明，不对，无有欺骗。若是陆明亲自布阵，本皇转身就跑。但现在太弱了。赵将军，
快用阵法压制他，我们顶不住了。再压制，你去顶住啊，别让他过来。赵思齐，你若早些配合，事情也不至于此。我和你拼了！好机会，阵起，九天雷火剑，给我死！此战让整个青云城几乎被夷为平地，1万精兵只剩下不到1000人，个个带伤。3位大前供奉尸骨无存。呵呵，死了，魔皇死了，死了3个老家伙算什么？只要我活着，我就是大前的救世主。巨力的气息彻底消失了。跑得倒挺快，连巨力的头颅都被割走邀功了吗？赵思齐带着战利品狂奔回京，以为自己立下了不世之功，殊不知真正的恐惧并不是眼前的胜负，而是敌人根本不在乎死亡。这股气息是陆明，不好。不是陆明亲临。若是那个煞星亲自出手，巨力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，瞬间就被灰飞烟灭。哪怕有阵法，这种惨胜的打法也绝非陆明的手笔。看来是有人在这里狐假虎威啊！既然陆明没有出手，那这游戏就可以继续玩下去。至于巨力，死便死了吧。愚蠢的人族根本不知道，我们14王座早已将真灵寄托于混沌魔坛。只要世间还有恐惧，只要怨念足够多，我们就是不死的。况且，足够多的恐惧、怨念和绝望将会召唤我们的魔主。赵思齐这次的大劫会让大前陷入短暂的狂欢，而狂欢之后的破灭将产生比人类气血更美味的绝望，最终魔主降临，改天换地。这股波动是9天雷火阵，那是100年前我留在大前国库的顶带之一。萧青哥，看来兵临城下，你终于肯放下那可笑的骄傲，认清现实了吗？只可惜那时的我并不知道，这阵法并非他醒悟后启用的，而是被赵思齐偷出来，当成了竞争的垫脚石。先生，怎么弄成这副模样？让先生见笑了。大夏边境遭3位魔后围攻，朕御驾亲征。这一战大夏惨胜，雷烈大将军为了替朕挡刀，重伤昏迷，至今未醒。还有2位天人境的供奉，选择了自爆，才诈退了魔巢。大夏本就底蕴薄弱，经此一役，怕是伤筋动骨了。先生，大夏只有这几位天人境，如今已无人可战。如月不求先生出山杀敌，只求先生赐下一座阵法，能护我大夏百姓一时安宁。同样是一国之君，一个在大前皇宫里粉饰太平，等着大婚冲喜，一个却在边境身先士卒，为民征战。此乃两无微臣阵。此阵不需要极品灵石催动，只需汲取山川地脉之力。阵成之后，魔皇之下，入阵者修为强行压制2个大境界，即便是魔皇亲至，也要被削弱40%实力。压制2境，连魔皇都能削弱，先生大恩，大夏没齿难忘。请先生放心，只要这阵法布下，
大夏局势一稳，朕哪怕拖着残躯，也要立刻游说周边诸国，促成抗魔联盟。去吧，大钱的脊梁断了，但人族的脊梁或许会在这个女人身上重新长出。无欲顽抗，你们的女帝都重伤逃了，你们还在坚持什么？给我冲！今日便踏平大夏！大夏将士听令，退后100步，阵起！我的力量！啊！不可能！本后的境界竟然被压制到了大宗师初期，这是什么鬼阵法？弟兄们，魔狗被削弱了，此时不杀，更待何时？杀光他们！陛下神威，一举歼灭魔军主力。女帝万岁！天佑大夏！女帝万岁！女帝万岁！众将士、百姓们，今日之胜，非朕之功，此阵乃是大前前护国战神陆明先生所赐。若无先生赐下神阵，压制魔族修为，今日我大夏必亡。朕要你们记住，是谁在万里之外救了我们的命，这份恩情，大夏永世不忘。谢陆先生救命之恩！谢陆先生救命之恩！来人，立刻派出最快的飞舟，将这些亲笔信送往大周、大燕、南楚等国。陛下，这是告诉诸国国君，陆先生已赐下神阵，人族上有一战之力，邀他们在10日后齐聚大夏，共结抗魔联盟。至于大钱，不必发函了，那种自断脊梁的国家，不配与我们为伍。赵思琪骑在神驹上，一身金甲，在阳光下耀眼夺目。他频频向四周挥手，脸上挂着不可一世的笑容。赵将军万岁！大钱万岁！看到了吗？那是魔皇的头，好恐怖的威压！赵将军竟然把他斩杀了，这简直是天神下凡，咱们大钱有救了！一颗死去的头颅成了赵思琪加冕的皇冠，百姓们看着那巨大的尸骸，眼中的恐惧转化为了病态崇拜。他们不需要真相，他们只需要一个能让他们跪拜的偶像。哈哈哈哈，就是这样，这才是本将军应得的。3个老家伙又怎样？1万精兵就算死绝了又怎样？只要我拿这颗头回来，我他妈的就是英雄！乡亲们，陆明那个勾结魔族的叛徒，旧居却霸占着最好的风水宝地，简直是晦气！我提议拆了陆明旧居，在此地为赵将军修建生祠，日夜供奉。对，拆了他，拆了他！陆明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称战神？跟赵将军比起来，他就是个缩头乌龟。赵将军才是千古第一将，是大钱唯一的守护神。守护神，守护神！哎，诸位乡亲，陆明虽有罪，但毕竟曾也是大钱子民。不过既然是民意难违，本将军也只好顺应民心。赵将军仁义，赵将军英明。好，好，好，赵青，你果然没有让朕失望。斩杀魔皇，此乃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盖世奇功。谁还敢说朕离了陆明就不行？
陛下圣明，时人善任，赵将军身为盖世，乃是上天赐给陛下的如意郎君啊！微臣提议，趁此大胜之危，将之前因陆明那个叛徒破坏阵法，导致天巨关失守而耽误的大婚，重新定在5日之后，以大婚之喜气，彻底冲刷陆明带来的魔分，以龙凤呈祥之国运，镇压一切宵小，让天下归心。臣愿以这魔皇之手为聘，以微臣身躯拥护陛下，拥护大钱。准奏，传朕旨意，5日后，朕与赵卿完成大婚，普天同庆。朕要让那陆明好好看看，没有他，朕的大钱是如何望国来朝，盛世永昌的。奇怪，感应之中，清明城的危机已解，那是我的9天雷火阵被激发的波动。按理说，阵法启动，击退将来，护佑一方平安。这因果之下，怨念应当消散。可为何此刻传来的诅咒与怨不减反增，甚至比之前更加狂暴？看来那位大劫的赵将军又把什么脏水泼到了我身上，停了是他的神威，惨败是因为我对阵法做了手脚。大钱的百姓当真就这么好骗吗？这是修为又松动了。纯粹、温暖，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。这是香火愿力，是万民汇聚而成的希望之力。这股力量源自大夏，如此庞大且纯粹的愿力，绝非一人一世可成。萧青哥，你举国之力咒我，却不知大夏正在举国之力信我。这一影一啄，莫非天定？既然机缘已至，我想便去看看，看看那给我肃起金身的大夏究竟是何种光景。站住！军营重地，擅闯者死。我是来找人的。看你这身衣服，你是大钱人，算是吧。晦气！大清早就碰到大钱的狗，滚！滚回你们的大钱去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诸国会盟，不就是为了共抗魔族吗？为何独居大钱之人？共抗魔族？哈！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们大钱人上到那个昏庸的女帝，下到你们这些愚昧的百姓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全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你们把守护神当草芥，把救世主说成国贼，现在还好意思来我们这儿寻求庇护？告诉你们，我们盟军有规矩，大钱的狗与异魔不得入内。我从未想过，有一天我的出生会成为被驱逐的理由。更有趣的是，驱逐我的理由，竟然是为了维护我。哦，你们口中的救世主
可是指陆明。据我所知，大前皇榜已发，陆明通敌叛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们为何还要维护一个罪人？住口！你个无知的蠢货！若敢再污蔑陆尊半个字，老子现在就砍了你的脑袋！陆尊乃人族脊梁，是他赐下神阵救了我大夏，是他以一人之力震慑群魔。在大前，你们眼瞎亲盲，是他为寇。但在这里，陆尊就是神，岂容尔等大前狗贼羞辱！立刻跪下，向陆尊长生牌位谢罪，否则死！陆尊，有趣。原来公道自在人心。玉，何事喧哗？惊扰了各路国君议事。你们有几个脑袋？禀将军，抓到一个大前来的探子，此人不仅擅闯军营，还言语羞辱陆尊。什么？羞辱陆尊？好大的狗胆！大前那帮眼瞎的也就罢，跑到我大夏地界还敢撒野！来人，不用审了，把这不知死活的狂徒拖出去，砍了祭旗！杀！杀！杀！这些士兵对我的维护之意越强，杀心就越重。我若出手伤了他，反倒是不美。住手！陛下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不知先生驾临，未能远迎，拜见陆先生。让先生受惊了，是晚辈治军无方，请先生责罚。陆先生，哪个陆先生？普天之下，能让陛下行此大礼的，还有哪个陆先生？是陆尊！天哪，是活的陆尊！末将有眼无珠，末将该死，竟然拿刀指着恩公，请陆尊赐死。无妨，不知者无罪。你们维护我的名声，何罪之有？起来吧。看着这些诚惶诚恐的脸庞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在大前，我守护了半年，却换来国贼的骂名；在大夏，我不过随手护下一阵，却被奉入神里。这世间荒谬，莫过于此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原来这就是所谓的相辅相成。大前用怨恨为我铸造了囚楼，而大夏只用了短短数日，便用信仰替我劈开了通往太乙境的大门。先生，您在大夏万家生佛，可在那大前，他们的官方四处散布谣言，说瘟疫是您投毒，战败是您卖国，百姓们拆了您的旧居，砸了您的雕像，日夜咒骂。还有，
大前女帝已昭告天下，5日后将与那个窃取您功劳的赵思齐举行大婚。他们说要用这场大婚的龙凤喜气来镇压您留下的魔瘟，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。大前皇陵之上是即将灭国的喜气，而城中却张灯结彩，真是可笑可叹。我这一声叹息，不是为了小青哥，也不是为了大前皇室，而是为了那城中即将为他们陪葬的2人生灵。因果已定，神仙难救。嘿，小翠姑娘，不是我说，你们长公主府现在就是个冷灶。看看咱们赵府，这几天门槛都被送礼的人踏平了。以后赵将军当了皇夫，我就是皇亲国戚的管家。是，赵管家威风。只是外面都传赵将军神威盖世，连魔皇都能斩杀，这等实力真是让人敬畏啊！神威，小翠呀，你是个明白人，我才跟你说实话。我家将军那天出征前，你是没看见，腿都在抖。啊？那怎么还能赢？还不是靠那个倒霉蛋陆明留下的家底。那个陆明虽然是个叛徒，但本事是真的有。将军出发前偷偷去了一趟国库，把陆明留下的几卷9天雷火阵图纸给顺出来了，藏在内甲里带去的。到了清明城，将军就是照着图纸摆了几块灵石。嘿，哎，怎么着？那雷劈的，啪嚓的，魔皇直接就死了。你说这陆明是不是傻？辛苦几10年研究的阵法，最后全给我们将军做了嫁衣。将军回来还跟我说呢，那3个陪去的老供奉死得正好，现在的功劳全是将军一个人的。原来如此，赵将军真是足智多谋。陆明就是个傻子，全给我们将军做了嫁衣。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，这就是铁证。赵思齐偷窃阵法，坑杀供奉，7军网上的铁证。只要把这个给黄姐听，只要黄姐听到这个，她就会醒悟。大钱还有救，陆明的冤屈能洗清。开门，快开门！我要见陛下。我有证据，我有赵思齐7军的铁证，他根本不是什么英雄，他是窃贼。殿下，夜深了，陛下有旨，您在思过期间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你听我说，赵思齐偷了陆明的阵法，清明城大捷是假的。你们快放我出去，出了事我一人承担。殿下，您是不是饿糊涂了？陆明那个国贼早就跑了，哪来的阵法？赵将军斩下魔皇头颅，那是咱们全城百姓亲眼所见。您为了替旧情人洗白，竟然编造这种谎话，去污蔑国家功臣，还是省省力气吧。我没撒谎，证据就在我手里。你们把门打开一条缝，听一下，就听一下。为什么？真相就在我手里，为什么就是递不出去？求求你们，再去通报一次。殿下，您就别折腾了。末将刚才已经派人去宫里问过了。他愿意见我了吗？陛下传口谕说，上仪司刚送来了大婚的凤冠霞帔，陛下正忙着试穿，没空听您这风言风语。陛下还说让您在府里好好反省，别总是为了一个人间，坏了皇家的体面。殿下，
地上凉，我们回屋吧。陛下他不会听的。萧清雪吃下闭气丹，丹药已经发作3天，滴水为进。殿下，奴婢求求您了，喝一口吧。再这样下去，您真的会没命的。不喝，只要我不死，他永远不会来。我只有这条命了，我要用这条命逼他来看一眼真相。可是陛下，若还是不来呢？那就死吧，死在大婚前，或许我的尸体能让他清醒哪怕一瞬间。严爱卿，你看朕这身嫁衣如何？赵卿见了定会欢喜吧？陛下天姿国色，这嫁衣更是衬得陛下如9天玄女下凡，赵将军定会神魂颠倒。只是陛下，公主府那边传来消息，长公主吃下闭气丹3天了，据太医回报已是气若游丝，恐怕撑不过今晚。闭气丹，他是想用死来威胁朕？哼，为了那个陆明，他连命都不要了。陛下，长公主毕竟是您的亲妹妹，而且如今距离大婚只剩2日，若是长公主此时薨逝，那便是国丧，红事撞上白事，恐怕会冲撞了陛下和赵将军的喜气，与国运不利呀。真是个扫把星，活着给朕添堵，死还要挑日子，摆驾长公主府，朕倒要看看他到底还要演什么戏给朕看。听说你要死了，还要死给朕看？皇姐，你终于肯来了。陛下，殿下为了等您，已经3天没合眼了。皇姐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求你听一听这个。这是赵府管家的亲口供述，赵思琪的大劫是假的，是他偷了陆明的阵法。皇姐，你快听，听完你就明白了。不，又是阵法，又是陆明。清雪，你为了那个通敌的叛徒，到底还要编多少故事来骗朕？随便找个下人，录几句胡话，就想污蔑大前的功臣，你当朕是3岁孩童吗？那是真的，那是真的呀。为什么你不信？够了，朕看你是真的疯了。赵青为了大前出生入死，斩杀魔皇，而你呢，作为长公主不思报国，反而联合外人来刺痛朕的心。朕警告你，要死就等朕大婚之后再死。这几天是朕的大喜日子，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死在府里，给朕添晦气。晦气？原来我的命在你眼里只是晦气。那一刻，萧清雪心中的姐姐死了，那枚被捏碎的不仅仅是流音石，更是大前最后的一件成就。傲慢的锁链终于锁死了这扇通往地狱的大门。小翠，殿下，您别吓奴婢。把粥端来。奴婢这就去，只要殿下肯吃东西就好。殿下，慢点，您慢点。殿下，您想通了吗？陛下毕竟是您的姐姐，等大婚过了，说不定她就原谅你。姐姐？我没有姐姐了，大前也没有长公主了。我要活着，小翠，我必须活着。我不是为了这个腐朽的国家，也不是为了救那些愚昧的百姓。我要亲眼看着
看着那两个自以为是的蠢货，看着这满朝文武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，我要留着这口气，看他们的下场。赵将军万岁！玉帝万岁！天佑大钱！天佑大钱！烟花易冷，人心易变。大钱的最后一位清醒者，在这一夜彻底化作了旁观者。外明同心阵的要义便在于此，只要军民一心，愿力不绝，此阵便可生生不息。即便是魔皇亲至，也能阻挡一时三刻。多谢陆尊指点，我等铭记于心。先生，您要走了？还有最后一桩因果未了，我也该回去看一看那个人了。陆明、赵思齐，父皇回来了。稍安勿躁，好戏才刚开场。兵哥。大哥，有这么大？听说那些蝼蚁国家结成了什么联盟？你去一趟，带着你的军团，把他们碾碎。战争，鲜血，毁灭，我去，我现在就去。举例，你带着其他兄弟继续向大前腹地推进。记住，少杀人，多攻城。人死的太多，恐惧和怨念变少，就不好祭祀了。遵命。至于我自己，听说大前皇宫深处还藏着2个入圣境的老不死，在大戏开幕前，我得先去皇都探探底，顺便给那位即将大婚的女帝送一点惊喜。萧策，我来看你了。先生，我命数已至，以后再不能侍奉先生了。这些年，你辛苦了。能侍奉先生是萧策这一生之幸啊！若不是先生当年点拨九子夺嫡之争，我也登不上这大前皇位。可惜我膝下无子，只有2个女儿，女子称大统，必被内外觊觎。萧策临死，想再求先生一次，请帮帮亲哥那孩子。我答应你。谢先生。我用100年时间践行了当年对你的承诺，可惜还终究不是你。听说了吗？那瘟疫又是陆明那个魔头搞的鬼。幸亏有赵将军，要我说，陆明这种人就该千刀万剐。嘿，过几天女帝大婚，有皇气冲喜，看那魔头还怎么作祟。
罢了。稚子无知，众生皆苦。这护城大阵，我不撤，就当是我送给萧策的最后的一份情分吧。陆明，是你吗？是我，我来看看你。你快走！你知道举国上下都在通缉你，皇姐疯了，赵思琪疯了。无妨，我若想走，这天下无人能留。这个玉佩你拿着，这里面封存了我全力一击的剑意，若遇生死危机，捏碎它，可保你一命。你给我这个做什么？难道一魔真的要打进皇都了吗？只要不从内部破坏，我留下的护城大阵坚不可摧，即便魔皇亲至，短时间内攻不进来。再加上宫中那2位沉睡的入圣境供奉，只要唤醒他们配合阵法，大前皇都便固若金汤。那就好。阵法无敌，唯惧萧强之祸。清雪，好自为之。萧强之祸？你是说赵思琪他？言尽于此，这枚玉佩保不住大钱，但希望能保住这大钱竹石中最后的一缕清白。陛下，真是太美了！这凤冠霞帔一穿，简直让日月都失了颜色。奴婢说句不该说的，那陆明以前总是一身黑衣，丧气沉沉的，哪有赵将军这般英武？赵将军与陛下，这才是真正的天造地设。就你嘴甜。不过，陆明那人确实无趣且古板，整日只知道阵法，修炼毫无情趣。还是赵青懂阵，知道朕想要什么。可不是嘛，赵将军不仅斩了魔皇，还一心扑在陛下身上。陆明走了正好，省得赖在皇宫里看着心烦。没错，朕要让天下人看看，离了他陆明，朕过得更好，大钱也更强盛。人族气血真是美味，这座城里的人就做好成为食物的准备吧。什么？这股气息浩大纯正，陆明为何还留下了这种级别的本源大阵，守护这座破城？我在城外留下了一道屏障，挡住了魔皇的脚步。而在城内，那个被我保护的女人正在石川架嘲笑我的多余。击灭不信邪，召来了擅长精神控制的第3王座心渊魔皇。这阵法有古怪，能识别5等魔气。心渊，用你的手段试试。遵命，大哥。啊？没有杀意。区别对待，对魔族是雷霆万钧，对被侵染心智的人族却是温柔阻拦。这阵法竟然还有灵智！喂，那个砍柴的，发什么愣呢？不进城就滚一边去，别挡着道。大哥，进不去。这阵法完全封锁了带有任何魔气的载体。
如此精妙且强大的本源阵法，陆明那个煞星绝对还在守护这里，甚至有可能他的真身就在皇城某处盯着我们。那怎么办？硬闯吗？此时硬闯只会提前惊动那个疯子，坏了魔主降临的大计。走，先去兵哥那边拿下诸国联盟。咦，我刚才怎么迷糊了？八成是饿晕了吧？赶紧进去！城里的百姓依旧在大声谈论着大婚的喜庆，对刚死2位死神在门口徘徊的事实一无所知。我留下的2仪微尘阵和万里同心阵虽然压制了普通民众，但在真正的农作民前却开始摇摇欲坠。哈哈哈哈！退，卖脆了！这种法阵挡得住我的斧头吗？封住，所有天人境随我注入灵力。陛下，挡不住了，那是魔皇，真正的魔皇亲临。蝼蚁们的挣扎被我碎。阵法已破，儿郎们被我杀！把这个所谓的联盟诛杀殆尽！先生，您在哪里？联盟撑不住了。什么联盟，什么阵法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是笑话。死吧，公子们！你是谁？竟敢挡本皇！果造，太医斩神。明哥死了，一招。陆明是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根本不是入圣，是怪物。一剑斩皇。陆尊神威就是真神。道在红尘，原来众生的希望，便是这世间最锋利的剑。我去闭关2日，稳固境界。此地残局，你自行收拾。谨遵法旨，晚辈定誓死守护先生闭关之地。明哥死了，对于那个疯子，他甚至比100年前更强了。他就在诸国盟军那里，刚才那一剑隔着万里虚空，
差点连本皇一起斩了。而且我们感觉兵哥的本源也被斩了，兵哥没法复活了。这么说，陆明的真身在大夏，不在大前。对，他在大夏。哼，那个愚蠢的大前女帝，他把唯一的真神逼到了别国。现在的大前皇都就是一个吃有龟壳，面空空荡荡的空壳。人族竟然有如此蠢笨的君王，自毁长城，简直是天助我魔族！虽然陆明不在，但他留下的皇都大阵依然棘手。若是强攻，费时费力，万一陆明杀个回马枪就麻烦了。大哥，何必强攻？陆明的阵法虽强，但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。那个叫赵思琪的小白脸，贪生怕死，利欲熏心。我们大举进攻大前腹地，逼这个大前战神出战。先是若派出魔侯魔帅，之后全力出击。等到他兵败如山倒，即将被杀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给他一条活路，再许以高官厚禄。你说他会不会为了活命，亲手帮我们打开皇都的大阵？妙极！传令下去，避开诸国联盟，魔后魔帅进出，横扫大前。我要让那个赵思琪跪着求我们进城。报！紧急军情！魔族主力突然调转矛头，绕过诸国联盟，疯狂进攻我大前腹地。短短1日，连破10余城，守军全灭，百姓被屠。放肆！魔族怎敢？赵青，你可有应对之法？赵思琪虽然害怕，但他知道此刻绝不能露怯，否则战神人设崩塌，皇夫之位也就没了。陛下，这是魔族的回光返照，是那寂灭魔皇为帝报仇的垂死挣扎。既然他们找死，那臣便成全他们。臣愿率军出征，定将这些余孽斩尽杀绝。可是赵青，大婚在即，且你上次大战的旧伤未愈，国难当头，何惜此身？好，不愧是朕的夫君，但朕绝不能让你一人涉险。严爱卿，时朕手谕去皇家禁地，请云封2位入圣，护国供奉出山。群臣哗然，那是大前最后的底愿，2位闭关100年的入圣境老祖宗。唤醒吾等，是大前到了亡国灭种之时了吗？参见2位老祖，魔族大举入侵，28座边关尽失，大前危在旦夕。什么？28关尽失？陆明呢？怎会丢了边关？回禀前辈，陆明因敌叛国，早已被陛下驱逐，如今是晚辈赵思琪接任镇魔大将军。陆明叛国，荒谬！那孩子心性坚韧，老夫看人从不会错。你就是新的大将军，气息虚浮，根基不稳，就凭你也能镇守国门？此乃陛下定论。2位前辈，军情紧急，还请随晚辈速速出征。罢了，国难当头，先退外敌，再查真相。走吧，带路。老夫倒要看看，这魔族长了几个脑袋。 2位老人为了大前奉献了一生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们选择了信任皇权。哪里跑？看本将军的手段！
赵将军神威，势如破竹！赵将军神威，势如破竹！哼，一群乌合之众，也敢犯我大前天威！哼！借着陆明留下的镇盘狐假虎威，若无老夫二人开路，你怕是都换了好几条裤子了。照这个速度，明日便可收复所有失地。那魔皇也不过如此。蠢货！前辈何意？你看不出来吗？魔族是在示弱，诱敌深入，他们的主力根本没动。你的修为全靠丹药堆砌，根基虚浮如棉花，指挥更是毫无章法，只会让士兵送死。非看在女帝和国难的份上，老夫一掌就毙了你这误国的庸才，还想当皇夫，可笑！前辈教训的是，晚辈知错。两个老不死的，竟敢当众羞辱我！等我大婚之后掌了权，定要废了你们的护国供奉之职。赵思琪前方就是被魔族占领的28座边关，身后是即将到来的大婚之日，收复失地，让他信心大增。赢了，全都收复了。什么诱敌深入？分明是被本将军吓破了胆！快传捷报回宫，告诉陛下，失地尽复，本将军马上就回去与他完婚。赵思琪以为自己踏上了巅峰，殊不知他的一只脚已经悬在了万丈深渊之上。大军正在埋锅造饭，欢庆收复失地。赵思琪举着酒杯，正欲发表胜利感言。这怎么回事？天怎么黑了？六儿吃得开心吗？老野们，中计了，全军戒备。13位，魔皇基本全来了，这是死局。云凤供奉的身影冲天而起，守护着大千最后的荣耀。老伙计，看来今天要把这把老骨头交代在这儿了。活了几百年，死在战场上总比老死在床上强。杀！赵思琪，快开启9天雷火阵！我们拖住魔皇，你用阵法攻击他们的破绽，快呀！其他人尽快撤军，将消息传递回去。这是唯一的一线生机。开阵？开什么玩笑？那么多魔皇，我要是开了阵，瞬间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，我会死的，我肯定会死的。不能死，我马上就要当皇夫了，我还要享受荣华富贵。赵思琪他不仅没有开启阵法，反而颤抖着将阵盘塞回怀里，生怕灵力引来魔皇的注视。看看你们身后，那就是你们守护的大将军，像条狗一样趴着。庶子，你误我大钱啊！随着2位供奉的陨落，大钱最后的底气彻底断绝。别杀我，魔皇大人别杀我！我可以当奴隶，我可以当狗，我有用，我对大钱很熟，是这2个老不死的不识抬举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求大人饶命，饶命啊！哈哈哈，真是个废物！赵大将军，听说你马上就要当皇夫了，那皇都大阵你是不是有权操控？是，我是皇夫。
那阵法我能操控。很好，本皇给你一条活路，不仅不杀你，还送你一场大造化。只要你在大婚当日打开皇都大阵，放我们伪装城的各国使臣入城，事成之后，大前命女生，本皇封你为魔族第15王座人奴王。到时候，这万里江山依旧归你管，你将获得永恒的生命，永镇大钱。听到第15王座和永镇大钱，赵思琪眼中的恐惧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贪婪与扭曲的狂喜。他甚至没有半分留意，直接抱住了继位魔皇的大腿。我答应，我答应，我早就受够了那个女人的脸色，天天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把我当成了她的附属品。只要能获得力量，只要能掌控大钱，是人是魔又有什么关系？哈哈，主人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您最忠诚的狗。大婚那天，我会亲手把大钱这块肥肉送到您嘴边。哈哈，好一条听话的狗。为了那虚幻的权柄，赵思琪毫不犹豫地出卖了生养他的土地，将千万同胞的性命摆上了魔皇的餐桌。拿去吧，这是边哥的尸体，虽然是被陆明那个煞星杀的，但这切口平滑，正好可以说是你用阵法之力将其斩杀。谢主人赏赐，有了这个，谁还敢质疑我？连供奉都死了，我却杀了魔皇，我就是大钱无可争议的第一人。哈哈，别忘了你的任务，大婚当日阵法一开，这具尸体就是你的入场券，若敢耍花样，借奴才1万个胆子也不敢。奴才在大婚那天恭候主人入城。陛下，臣幸不辱命，此乃魔族第4王座兵戈魔皇，臣拼死将其斩杀，收复了所有失地。只是云、风2位供奉，为了掩护臣启动诛魔大阵，不惜燃烧精血，与那魔皇死磕，最终力竭殉国了。2位老祖走好，赵将军神威。2位老祖虽死，但赵将军又斩杀了传说中的魔皇，一人斩2魔皇，这是大钱开国未有之奇功啊！2位老祖，竟然……老祖为了大钱捐躯，死得其所。但只要有赵青在，大钱的天就塌不下来。连斩2位魔皇，赵青之能已远超当年的陆明。臣答应过陛下，要用魔皇的头颅做聘礼，臣做到了。传朕旨意，赵大将军斩杀魔皇，平定边患，功盖千秋，追封2位供奉为护国神王。大婚之期不变，朕要用这场大婚冲散逝者的阴霾，庆祝这不世之功。整个皇都瞬间沸腾，烟花在白昼绽放，锣鼓声盖过了边关冤魂的哭泣。他们用谎言编织了一件华丽的寿衣，还以为那是新婚的嫁衣。2位老人的死没能唤醒任何人质，反而成了奸臣近身的垫脚石。绝望的阴云也彻底笼罩大秦。陆明，你永远都不会想到吧？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大钱马上就是我的了。看看吧，我的好妹妹，你说大钱要亡了，你说赵青是骗子，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那是他国来朝的使节团，若是赵青无能，这13国的使臣怎会不远万里来贺？
陆明的阵法果然破了。少卿，今日之后，你我共享江山。谢陛下。一拜天地。恭贺陛下，恭贺皇夫，大钱万年，盛世永昌。吉时已到，皇父赵思齐，神威盖世，挽狂澜于既倒，北击一魔，镇斩魔皇，乃我大钱之首部神，万世之楷模，因与陛下缔结良缘，实乃天作之合，国运昌隆之时。皇父千岁，陛下万岁。赵卿，那是什么？是各国使节的非洲吗？怎么看着有些压抑？陛下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惊喜。赵卿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哈哈。赵卿。奴才赵思齐，恭迎魔皇大人降临。大清护城大阵已开，这万里江山与亿万生灵，奴才已为您献上。什么？好狗，真是条好狗。说起来，还得感谢你们大钱人自己。若是陆明还在这里，若是这阵法还是他在操控，别说攻进皇城了，就是踏进边境半步，也是千难万难啊！啊，不，这不是真的。魔皇大人，我是宰相严世昌，我有功啊！策划赶走陆明，我帮忙啊！是我帮赵将军坐实了陆明的罪名，我是一魔的功臣啊！功臣，你身上虚伪又狡诈的气息，真是令人沉醉呀！报应啊！这是报应啊！我们拆了陆尊的家，推了他的像，我们信了赵思齐那个骗子。陆明、陆尊，我们错了，求求你回来吧！谁来救救我们？陆尊，我们真的知错了。可惜回应他们的只有魔兵冰冷的屠刀和猖狂的笑声。
先生，您已入太一境。已入太一，但在我炼化此荒世界本源时，发现本源已被那边的魔气侵蚀。众生因果虽断，但大道之争不忍退。我去大前，不为救皇室，只为斩尽这漫天神魔，正我无上大道。全军听令，集结，随先生出征。陛下，我的好陛下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我现在可是异魔的第15王座，以后再也不用看你的脸色，而你只是个亡国奴。赵思琪，这就是你伺候了多年的女帝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主人说的对，这就是个没脑子的蠢货。萧星哥，你真以为我是什么战神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清明城的大劫是假的，是我偷了陆明留下的阵盘，还有那些关于陆明通敌的证据，全是我伪造的。哈哈哈！是你骗了我，我骗了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萧星哥，你别自欺欺人了。最初是谁说陆明中饱私囊的？是谁当着众人悔婚的？是我吗？是你，是你这个自以为是的蠢女人。真是愚蠢至极！若是陆明在此，借本皇10000个胆子也不敢进城。清雪，是姐姐错了，姐姐错了啊！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。寂灭，受死！陆明，他来了。只有一击是封存的剑气，吓了本皇一跳。敢算计我，大前今天就亡国吧！啊！我的手！陆明，你来救朕了。清雪，我来晚了。你真的来了？主人，救我！陆明，你已非大前之人，也要以此身涉险吗？我这可是有13位王座。涉险，凭你们也配？既然来了，就都别走了。好啊，一起上，撕碎他！
太医寂灭。什么？本源之力，这是红尘仙之上的境界！快跑！这是什么？陆兄，陆爷爷，别杀我，我是被逼的，都是这个贱女人逼我的。你伤了我的眼。陆明，你竟然有如此通天彻地的本事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手？你明明早就到了，对不对？你就躲在云端，眼睁睁看着朕受辱，看着百姓被屠杀。是，朕是错怪了你，朕是有眼无珠，可这些百姓是无辜的，哪怕朕有千般错，你也不该见死不救。你修的是什么道？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吗？皇姐，你疯了吗？是他救了我吗？是啊，你这么强，为什么才来？你要是早来1刻钟，我儿子就不会死，是你害死了他。我们之前是骂了你，是推了你的笑，可我们是凡人，我们懂什么？你是仙人，你难道还要跟我们计较？错怪你又怎么样？你又不会死，可我们死了多少人了？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想看我们跪下来求你？你就是故意的。呵呵，小青哥，你还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。真是没有多么丑陋的人性，多么纯粹的怨恨！哈哈哈哈！看见你们大钱的蝼蚁们，你们我打开了最后的大门。陆明救我，朕错了，朕真的知错了。只要你救我，朕愿意退位，朕愿意给你当奴婢，当牛做马都行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你要死了。陆神仙，救命啊！我们是被猪油蒙了心，别丢下我们。哈哈，真是精彩！卑劣、贪婪、自私，这就是民主啊！不明，你还要守护这个大嘴吗？哈哈！不，陆明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不甘心，我不敢！自作孽不可活。陆明，你我同为半步太医，但我身后有1万万一国大军，这保
世界注定是我的。谁说我是半步太医？况且你要比人多，谁说我是一个人？诸国联盟在此，前来助阵。什么？你引入太医？结束了。太医，开天。大前皇室失德，天命已失，国号当废。今日起立新朝，国号太医。愿你励精图治，莫重蹈覆辙。清学，谨遵法旨。人员已了，因果全消。走了。